俄乌战争再次迎来升级。当地时间7月7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大约8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清单。整个清单呢，共涉及了18项援助内容，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第6项，援助155和105毫米口径的 DPICM 集束炮弹。因为早在去年9月，乌克兰便提出要求美国援助同类型的武器，但遭到了拒绝。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突然松口援助乌集束炸弹呢？又会对俄乌战场产生什么影响呢？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乌军呢，从6月上旬开始反攻，到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时间了。虽然这段时间呢，各个战线乌军是都有向前推进，但整体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俄军炸毁了水坝，影响了乌军提前准备的作战计划；其次呢，则是俄军提前设置的多道防线的确难啃，导致其反攻初期地面装甲部队承受了一些损失。对此，乌军在6月末改变策略，不再急于收复失地了，开始利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集中消灭增援过来的俄军有生力量，以及后方的重武器、油料库、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再稳步推进。根据近段时间的战果看，这种打法成效相当不错，乌军已经陆续摧毁了俄军9个弹药库和11个军事基地。不过改变策略后的乌军呢，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这种战术延续下去。虽说俄乌战争期间各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基本是没停过，但在弹药方面乌军始终没有富裕，因此反攻策略转变很有可能导致其弹药消耗量剧增，未来乌军很有可能出现弹药不足的情况，届时他们的新策略将无法推进。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呢，无疑是各国再来一波援助。但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年半，各国库存被消耗得七七八八了，考虑到生产也需要时间，因此这个方法明显不行。或许是为了缓解供弹压力，美国国会在7月6号翻出了今年3月被否决的提案——援乌集束炸弹。关于集束炸弹，各位应该并不陌生。简单说呢，它就是手榴弹仓库，一层铁皮壳子，里面装了几百枚的炸弹，有的型号塞的是金属碎片，有的呢则塞了反装甲炸弹。但无论塞了哪种子弹药，这种武器呢，对人员密集的部队进行袭击，效果都要比一般的炸弹来得好。不过集束炸弹虽然好啊，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由于战场环境比较复杂，因此其内部装填的子弹药会有哑弹的情况，而这些没有爆炸的哑弹在战后会造成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伤亡。此外呢，由于俄乌双方此前在战场上都有使用过集束炸弹的前例，并且还造成了非战斗员的伤亡，所以在今年3月援乌集束炸弹刚被提出时，美国国会就拒绝得非常干脆。那么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次同意的这么干脆呢？这个问题啊，有2个原因。首先呢，是本次国会同意援乌集束炸弹，乌克兰方面已经书面保证不会在非战斗区域使用，并承诺会对使用这些武器的地点进行详细记录。此外呢，根据拜登的说法，本次美国提供集束炸弹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过渡行为，直到美国能生产更多的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炮弹。这里大兵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和155毫米榴弹炮来扯上关系。普通的榴弹炮打击范围呢，一般是在24到32公里，再加上弹药相对便宜，因此火炮打击一直都是乌军远距离打击俄军的首选。而美国呢，在越南战争中曾对火炮进行过一项研究，那就是普通的155毫米榴弹炮弹平均需要13到14发才能造成1名士兵伤亡，而改进后的集束炮弹只需要不到2发，其杀伤力比普通弹药大了8倍。美军开始大量生产可以用于155毫米榴弹炮发射的 M483A1 集束炮弹。之后，随着战争转向人口更稠密的城市，美国呢决定不再使用集束弹药了。上一次美军使用集束弹药还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场，因此其封存的库存量呢是多达上百万发。而根据这个信息，大兵判断，美国本次为乌克兰提供的155毫米集束炮弹大概率是 M483A1。这款集束炮弹呢，内部分别可以装填64枚 M42 子弹药，或者是24枚 M46 子弹药。
不过，由于其射程较短，只有17公里，因此也不排除美国会掺杂一些 M864 级数炮弹援助给乌克兰。毕竟它的射程呢，对比先前的 M483A1 要高出不少，达到了30公里。而且毁伤效果也更好，可以穿透70毫米的装甲。以上这2款弹药呢，都可以被乌军使用的155毫米榴弹炮所兼容。另一个美国国会同意乌克兰援助级数炮弹的原因，则在于两者的子弹药经过升级，都具备自毁模式。再加上2008年美国防部曾制定过一项政策，要求2018年后将级数炸弹的哑弹率控制在1%或者以下，因此其可靠性还是可以的。另外，有关本次援助，有美国官员曾透露，计划中的155毫米级数弹药数量很有可能是要超过10万枚，并且他们在向乌克兰援助级数炮弹时，也会仔细选择型号，其哑弹率会低于2.35%。这个水平呢，对比俄罗斯现在使用的级数炸弹要好很多，乌克兰的进攻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美国松口之后，会不会引发其他国家援助同类型装备帮助乌克兰呢？其实，在本次美国宣布援乌级数炮弹前呢，以色列和土耳其的2种类似弹药就已经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了。在今年1月份，在瓦格纳雇佣军对巴赫穆特发起人群战术时，乌军曾使用过以色列造的120毫米 M971 迫击炮弹。这款迫击炮弹呢，内部装填了24枚 M85 子弹药，配合 DM93 机械时间引信或者 M760 电子引信，可以在目标空域上空引爆。子弹药可以覆盖大约1万平方米的地区。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截止目前，以色列政府仍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杀伤性武器，其援助呢也仅限于人道主义武器和医疗用品。因此，乌军使用的这个 M971 迫击炮弹来源至今都是个谜团。不过，考虑到2018年以军已经停止生产这款弹药了，所以应该是第三方向乌克兰提供的。而土耳其的类似弹药则出现在今年的5月份。当时有人在乌国防部发布的德制 PZH-2000 自行榴弹炮照片中发现了这辆榴弹炮，装载了大量土耳其军工企业的 MEK 机械化工业公司生产的 M483A1 式155毫米炮弹。这款弹药呢，外表和普通弹药并没有区别，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级数炮弹，其内部装有88个破甲杀伤双用途子弹药，在爆炸时可以击穿76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由于土耳其与乌克兰一样，并不是国际级数炸弹公约签署国家，因此援乌这种武器是不存在法律限制的。再加上土耳其以往硬刚俄罗斯的作风，所以在援乌武器方面提供的武器先进程度是远超欧美许多国家。对此呢，俄罗斯自己也知道，向土耳其抗议是没用的，说不定还会直接让其翻脸，再打下俄军的战机。因此，俄罗斯当时并没有针对这事件进行回应。毕竟，凭空得罪一个强敌，对俄罗斯的处境来说呢，是真的不划算。那么扯得有点远了，咱们接着聊美国援乌级数炮弹后会发生什么。以大兵的看法，美国开了这个口子之后呢，应该还会考虑向乌克兰捐赠其他类型的级数武器，比如美国此前曾援助过乌克兰 M119 105毫米牵引式轻型榴弹炮。从理论上讲，这些榴弹呢可以装备老式的 M444和比较新的且哑弹率低的 M915级数炮弹。这2款弹药射程分别是 11.5 公里和14公里，分别携带18枚 M39 或者42枚 M80 子弹药。此外，乌军的 M270 和海马斯也可能会迎来级数弹药，毕竟前不久美国已经同意援助长城的 ATACMS 导弹。在这种前提下， M270 和海马斯距离究极体，乌军呢只差弹药了。甚至美国最终可能会同意将空投的 MK80 级数弹和之前的乌克兰申请援助的 CBU-100 实眼2型空投级数炸弹提供给乌克兰，让其在苏制战机上使用。当然了，即便乌军无法整合到苏制战机，他们也可以将其分解，使 MK118 反坦克子弹药可以捆绑到小型无人机上来使用。而由于土耳其和美国已经率先打破禁忌了，因此除了俄乌2国之外，其他的没有级数武器公约的国家也可能会考虑出售或者是捐赠这些武器。例如伊朗、朝鲜可能会把它们卖给俄罗斯。
而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拉脱维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则会向乌克兰转让。总而言之，乌军调整策略后，火炮数量不足，弹药短缺，是其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事实证明，在适当的情况下，集束弹药能够将弹药消耗量减少5到15倍，可以说集束弹药非常适合乌克兰现在的战场条件。虽然集束弹药在多变和广泛分散的战斗情况下，其杀伤效果会降低，但它们对于对付传统陆军战术极其好用。例如扎波罗热战场上的俄军密集型防御阵，这些防御工事呢，通常由防御严密的大量步兵组成，需要大量的常规弹药来驱逐。集束弹药在这方面呢，可以做到最好。与此同时，集束弹药还能在反击中进一步摧毁俄军炮兵，促使战场上炮兵对轰的天平向乌克兰倾斜。之前哈尔科夫反攻，乌军是靠海马斯；现在扎波罗热反攻，乌军则靠集束弹药。那么各位朋友认为，在集束弹药登场后，能否帮助乌军打破俄军防线的铁桶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